很多人以为世界是被更正确的思想改变的，但历史从不这么运作。如果你真的把历史翻开来看，会发现一个相当残酷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几乎每一次都会被忽略。绝大多数成功的宗教，并不是因为他们说服了世界，而是因为他们更早学会了如何组织人群。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伊斯兰文明，它诞生在沙漠里，没有城墙，没有军队，没有帝国传统，却在100年内从阿拉伯半岛出发，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文明体系。我们不讨论信仰对不对，也不站在任何立场，只做一件事，还原伊斯兰文明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故事要从一个人说起。公元6世纪末，阿拉伯半岛并不是什么文明中心，部落林立，血缘至上，没有统一法律，没有稳定秩序。穆罕默德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不是王子，不是学者，甚至谈不上成功人士。6岁丧母，由爷爷大伯抚养长大。成年后做过商队随行人员，见过犹太人，也见过基督徒，但并不属于任何神学体系。换句话说，他的人生并没有任何天选之子的迹象。在那个世界里，他没有资源，没有武力，没有血统优势。他唯一拥有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能力。他比所有人都更早意识到旧秩序即将崩塌。直到40岁左右，他开始经历长期的精神震荡。在阿拉伯社会，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因为你已经不再年轻，却仍然没有权力位置。但是他逐渐坚信一件事，这个世界已经失序，而秩序必须通过他被重新建立。他宣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先知，而是最后一个。在他之前有摩西，有耶稣，在他之后不再需要别人。他宣讲的核心只有几条，只有一个神，最后审判一定会到来，行善者得救，作恶者受罚。后来这些启示被逐步整理成一部书《古兰经》，但在最初阶段，它并不是经典，而是一种秩序宣言。它告诉那些长期生活在不确定中的人，世界不是混乱的，混乱是暂时的，规则不是不存在，只是尚未被宣布，而他正是那个被选中宣布规则的人。很多人误解伊斯兰教，以为它只是关于信什么不信什么，但从一开始，伊斯兰就不是单纯的信仰，而是一套高度可复制的社会管理方案。它并不关心你内心是否虔诚，它关心的是你今天怎么生活，你和谁结婚，你如何分配财富，你遇到纠纷怎么办，你什么时候可以动用暴力，什么时候必须停手。在穆罕默德所处的阿拉伯世界，这些问题过去全部依赖部落传统解决。而部落传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一件事在不同部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杀人可能引发无限复仇，债务可能代代相传，婚姻是政治工具，女性是交换资源。没有统一标准，就没有长期稳定。伊斯兰的出现，第一次试图用神的名义把这些零散规则压缩成一套统一的模板。这套模板规定的极其细致，你一天该做什么，你一年该做什么，你有钱后必须拿出多少，你贫穷时可以向谁求助，你如何继承财产，你如何处理争端，你如何结束战争。在这里，神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寄托，而是一个持续在线的最高仲裁者。穆罕默德并没有建立一个教士阶层，也没有复杂的神学等级，但他确立了一组高度标准化的仪式。伊斯兰教的五功、念功、拜功、克功、斋功、朝功，这些仪式的意义不只是宗教虔诚，而是制造稳定的人群同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方向，同样的语言。他们把分散的个体转化为一个可被调度的群体。而古兰经进一步规定，宗教、法律、政治、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没有清晰的宗教和世俗边界，神的法就是人的法。后来这套法被称为沙里亚法。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或许压迫、封闭，但如果你站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在一个长期依靠暴力、复仇、血缘维系的社会中，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红利。你第一次知道，不是每一次冲突都必须杀人，不是每一次侮辱都要流血，
不是所有弱者都注定被吞噬。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具有一个决定性优势，它高度可复制。你不需要复杂教育，不需要识字，不需要理解哲学，你只需要知道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违背规则的后果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伊斯兰不是只适合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民族、某一个阶层，它可以被带进任何一个部落、任何一座城市。到这里，你可以先记住一件事：伊斯兰最早解决的不是信什么，而是在混乱中普通人该怎么活下去。你信不信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接受规则，系统就能运行。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在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强制所有人立刻皈依。在很多早期被征服地区，原有居民仍然保留信仰，只要他们接受纳税、接受秩序、接受治理。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极具弹性的统治方式。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实：伊斯兰的成功并不源自它更神圣，而在于它更像一个可执行的社会协议。当别的文明仍然依赖传统、血缘、贵族特权维持结构时，伊斯兰直接给出了一整套规则清单、执行机制、奖惩系统、合法暴力的边界。它让一个原本松散、随时可能内战的社会第一次具备了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而这才是它接下来能够扩张的真正前提。而如果你把伊斯兰这个名字拿掉，这个逻辑几乎可以套进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文明。当穆罕默德去世后，按理说这个新生社会应该立刻崩溃，事实上差一点就真的崩了。部落酋长认为，我效忠的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体系，于是部落开始叛教，停止纳贡，重新分裂，各自为战，史称变节。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这个体系本质上还非常年轻，它没有稳定的财政体系，没有成熟的官僚结构，也没有一支脱离部落的常备军。更关键的是，它拥有大量已经被动员起来的战士，这些人在穆罕默德在世时有一个共同目标，而现在目标消失了。在阿拉伯半岛的现实环境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外部方向，战争就一定会发生在内部，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困境。部落社会有一个残酷的特点，武装一旦形成就必须持续使用，否则矛盾只会向内爆炸。在这种情况下，摆在继任者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对外扩张。如果不对外，那下一场战争就会发生在自己人之间。于是扩张开始了。必须说清楚，这并不是一场为了传播信仰而发动的圣战，这是一次高度理性的结构选择。因为在部落社会里，不向外扩张，就必然向内自毁。穆罕默德本人也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普世宗教，他也没有要求向非阿拉伯人传教。扩张的目的极其现实，把内部矛盾向外转移，以此来安抚不满的战士，为部落提供战利品，让部落有共同目标。历史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窗口期。在伊斯兰扩张开始的阶段，中东地区的两大传统强权拜占庭帝国以及波斯帝国都已经被长期战争严重消耗，财政枯竭，军队疲惫，宗教压迫引发普遍不满。对当地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原有统治者早已失去现实合法性。阿拉伯军队出现时，并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重装军团，他们骑着骆驼，补给要求极低，打得过就占领城市，打不过就退回沙漠。沙漠本身就是他们的天然防线，这使得他们几乎不需要为失败付出毁灭性代价，而一旦胜利，收获却是实打实的土地、财富、人口、税收。于是扩张开始，自我强化。每一次胜利都会制造出更多可用资源，而更多资源又能支撑下一轮扩张。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一阶段，伊斯兰军队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被征服者立刻皈依。相反，只要你承认统治、缴纳税赋、遵守秩序，你可以继续保留原有信仰。这让扩张在很多地区看起来更像是一次政权更替，而不是文明清洗。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伊斯兰的快速扩张并不是因为它拥有更狂热的信徒，而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持续输出秩序的力量。当原有帝国已经无法有效治理时，哪怕是一套尚不完美的新系统，
也会被视为更好的选择。到了8世纪中叶，伊斯兰统治的疆域已经横跨欧亚非3个大陆，但问题开始显现。阿拉伯人只是帝国中的少数，被统治的大多数是波斯人、埃及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他们逐渐皈依伊斯兰，却发现自己是2等穆斯林，史称马瓦里。他们信仰相同，却被制度明确标记为非核心人口。他们纳税更多，分配更少，政治地位更低，最终矛盾爆发。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阿拔斯革命。公元750年，阿拔斯革命成功，权力中心被迫迁移，从原本的阿拉伯核心区域转向更适合帝国治理的地方巴格达。这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变化，而是治理逻辑的彻底转向。帝国开始系统性的引入官僚制度、文书行政、税收管理、法律专业化。他们吸收了波斯的行政经验，借用了希腊的哲学遗产，融合了犹太的法学传统。它开始变成一个高度混合的治理机器。在这个阶段，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当一个文明开始强调包容，往往不是因为它突然变得更文明，而是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只靠暴力维持秩序。包容在这里不是道德选择，而是治理策略。而这也意味着伊斯兰文明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身份转换，它不再只是一个阿拉伯部落宗教，它变成了一个以宗教为核心、以官僚为骨架、以多民族为人口基础的帝国体系。但任何妥协都是有代价的。当帝国越来越依赖行政、税收、职业官员，原本那套高度动员、高度纪律化的宗教共同体也开始发生松动，信仰逐渐变成制度的一部分，制度开始凌驾于信仰之上。这一刻，伊斯兰文明到达了它的结构巅峰，也是它日后衰落的起点。当人们今天谈起伊斯兰文明，往往只记住2件事，一是征服，二是宗教。但历史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伊斯兰文明真正深刻影响世界的部分，并不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当帝国结构逐渐稳定，当暴力不再是唯一的整合工具，伊斯兰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系统红利释放期。这个时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扩张，而是整理与保存。在伊斯兰统治的广大区域内，原本就存在着大量不同文明的遗产，古希腊的哲学与数学，波斯的行政体系，印度的数字系统，埃及与两河的医学传统。这些知识在西欧早已丢失，被遗忘，甚至被视为危险思想。但在伊斯兰世界，他们并没有被清除，相反，他们被翻译、整理、归档。大量古典著作正是通过阿拉伯语被保存下来。如果没有这一轮整理，欧洲后来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很可能不会完整流传。这不是因为伊斯兰文明更尊重知识，而是因为一个横跨欧亚非3洲的帝国必须依赖知识才能被管理。你需要数学才能计算税收，你需要医学才能维持城市人口，你需要哲学与法学才能解释统治的正当性。于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知识体系开始成型。在同一时期，伊斯兰世界还率先发展出一整套现代社会仍在使用的制度雏形：银行与支票制度、跨州贸易网络、稳定的货币结算方式、专业化的医院与医学教育。这些并不是文化装饰，而是帝国运行的基础设施。当欧洲仍处于分散、封闭、低流动性的中世纪早期，巴格达已经成为人口超过100万的超级城市。它不是宗教圣城意义上的中心，而是行政、商业、知识、金融高度集中的枢纽。这里的繁荣并不来自某种道德优越性，而是因为这套结构在当时的世界条件下是更高效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并不是因为它思想多么先进，而是因为它更早完成了制度化、城市化、专业化。而当后来欧洲完成同样的结构升级时，优势迅速逆转。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曾经如此先进，却后来逐渐停滞？答案并不神秘。任何系统一旦停止升级，就会被后来者超越。当我们把伊斯兰文明从头到尾拆解一遍，会发现一个非常不浪漫的事实：它并没有战胜世界，也没有拯救人类，它只是在一个旧秩序全面失效的时代，率先拿出了一套能运转的方案。这套方案
在当时是有效的。它为混乱的部落社会提供秩序，为失控的暴力设定边界，为庞大的疆域提供治理框架，为跨区域流动的人群提供规则，所以它赢了。但这里有一个必须直视的问题，如果伊斯兰文明的成功并不来自它的信仰，而来自它对人群的组织能力，那历史真正筛选的到底是什么？历史从不关心你是否更善良，是否更崇高，是否更接近终极意义。历史只关心一件事，在混乱中谁能最快恢复组织能力。伊斯兰文明恰好在那个时刻完成了3件关键的事情，它把信仰变成规则，把规则变成制度，把制度变成可复制的模板。这不是历史的特例，而是所有成功系统都会走的路径。你现在所处的世界也一样，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而当这套模板无法再持续升级时，它也毫无悬念地走向停滞。版图过大，财政失控，权力碎片化，官僚系统自我封闭，这不是某一个文明的失败，而是几乎所有帝国都会经历的结局。如果历史反复证明，文明的兴起并不取决于它宣称的价值，而取决于它组织人群、管理冲突、分配资源的能力，那么当世界再次陷入结构性失序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可能并不令人安心。被推上舞台的从来不会是最正确的文明，也不会是最道德的文明，而是那个最先恢复秩序、最能重新组织人群、最有效压缩混乱的系统。至于他讲什么故事，宣称什么价值，信奉什么真理，往往只是用来解释胜利的语言。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宗教、某一种文明、某一套意识形态，而是当秩序崩塌时，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自己的那套操作系统。如果没有，历史从不会犹豫，它会替我们选择，因为当秩序崩塌时，没有准备好的人一定会被淘汰。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